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怀着无比的敬意和热情，向大家介绍一本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小说之一的经典作品——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本书于1952年首次出版，不仅为海明威赢得了1953年的普利策奖，更在1954年为他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这部作品虽然篇幅不长，却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简洁有力的语言，深深打动了全球无数读者的心。《老人与海》讲述了一位名叫圣地亚哥的老渔夫，在连续84天没有捕到鱼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不懈，最终在海上与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这场较量不仅是对老人体力和意志的考验，更是一场关于人类精神力量的深刻探讨。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人生中，是否也曾经历过一段看似无望的困境？你是如何面对的？是选择放弃，还是像圣地亚哥一样勇敢地迎接挑战？这个问题，正是老人与海试图引导我们去思考和回答的。海明威通过这个简单而深刻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关于坚韧、尊严和人类精神力量的动人篇章。1. 坚韧不拔的精神。老人与海最核心的主题之一就是坚韧不拔的精神。圣地亚哥在连续84天没有捕到鱼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最终在第85天捕到了一条巨大的马林鱼。这条鱼不仅是他生存的希望，更是他证明自己价值的象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坚韧不拔的精神与自我效能感密切相关。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在一定水平上完成某一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判断、信念或主体自我把握与感受。圣地亚哥在面对长期的失败和困境时，依然保持高度的自我效能感，这使他能够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和毅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如何培养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呢？首先，我们需要设定明确的目标，并为之付出持续的努力。其次，我们要学会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而不是被失败打倒。最后，保持积极的心态，相信自己的能力是战胜困难的关键。正如海明威在书中所写，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这句话不仅是对圣地亚哥精神的最好诠释，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激励。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成功人士都经历过类似的困境。比如，乔布斯在1985年被自己创办的苹果公司解雇，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创办了 NXE 公司，并最终在1997年重返苹果，带领公司走向新的辉煌。尊重与尊严。老人与海还深刻探讨了尊重与尊严的主题。圣地亚哥在与马林鱼的较量中，不仅展现了他对自然的尊重，也体现了他对自身尊严的坚守。尊重与尊严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尊重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需求驱动着人们在生活中寻求他人的尊重和自我尊重。圣地亚哥在与马林鱼的较量中，虽然最终失去了鱼肉，但他赢得了尊重和尊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体现尊重与尊严呢？首先，我们要尊重他人，包括他们的意见、感受和选择。其次，我们要尊重自己，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最后，通过不断的努力和自我提升，我们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海明威在书中写道，他尊重那条鱼，因为它是一种伟大的生物，也是他的兄弟这种对自然的尊重和对自身尊严的坚守，正是圣地亚哥精神的精髓。在体育界，许多运动员都展现了这种尊重与尊严。比如，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在比赛中不仅尊重对手，也始终保持对自己尊严的坚守。他在1997年总决赛第5场带病上场，最终带领球队取得胜利。这场比赛也被誉为流感之战。3. 孤独与自我对话。老人与海还展现了孤独与自我对话的主题。圣地亚哥在海上独自一人，与马林鱼的较量不仅是体力的较量，更是心灵的对话。孤独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孤独感与归属与爱的需求密切相关。圣地亚哥在海上独自一人，通过与马林鱼的对话，实现了自我对话和自我认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应对孤独呢？首先，我们要学会享受独处的时光，利用这段时间进行自我反思和成长。其次，通过阅读、写作、冥想等方式，我们可以与自己的内心进行对话，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海明威在书中写道，他不再感到孤单，因为他有那条鱼和他在一起。这句话不仅展现了圣地亚哥与马林鱼的深厚情感，也体现了自我对话的重要性。许多艺术家和作家都通过自我对话找到了创作的灵感。比如，画家梵高在孤独中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他的画作《星夜》正是他在孤独中与自然对话的结晶。4. 自然的伟大与人类的渺小。老人与海还深刻揭示了自然的伟大与人类的渺小。圣地亚哥在与马林鱼的较量中，深刻体会到了自然的强大力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敬畏感是一种重要的情感体验。敬畏感是指人们在面对超越自身理解或控制的力量时所产生的一种复杂情感。圣地亚哥在海上与马林鱼的较量中，体会到了自然的伟大和人类的渺小。这种敬畏感使他更加尊重自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培养敬畏感呢？首先，我们要多接触自然，感受自然的伟大和美丽。其次，通过学习科学知识，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然界的奥秘。最后，保持开放的心态，承认自身的局限，是培养敬畏感的关键。海明威在书中写道，他从未见过比这条鱼更美丽、更平静、更珍贵的东西。这句话不仅展现了马林鱼的美丽和力量，也体现了自然的伟大。许多探险家和科学家都通过与自然的接触，感受到了自然的伟大。比如，探险家埃德蒙·洛希拉尼在登顶珠穆朗玛峰后，深刻体会到了自然的伟大和人类的渺小。通过以上对老人与海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捕鱼的故事，更是一场关于人类精神力量的深刻对话。圣地亚哥的精神不仅激励着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也提醒我们要尊重自然，坚守自身的尊严。现在，我呼吁大家行动起来，阅读《老人与海》，并将其中的精神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面临怎样的困境，希望你都能像圣地亚哥一样，勇敢地迎接挑战，坚守自己的信念。最后，我想用海明威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介绍：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走运当然是好的，不过我情愿做到分毫不差。这样，运气来的时候，你就有所准备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生活的海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马林鱼，勇敢地与之较量，并最终赢得属于自己的胜利。谢谢大家。